清德是唯利是图，自我信徒，只信他自己，怎么会有假装是基督徒？长老教会帮助他，希望他可以把台南的庙宇给灭掉一些，推行基督教。基督徒可以进庙里面拜又鞠躬吗？不行嘛！不要是要诓长老教会的赞助，基督徒可以自称神吗？点主那更恐怖，圣灵附体，对不对？赖清德他是蒋介石的黑粉，讲到蒋介石他就很生气，历史都可以乱讲。他在228胡言乱语，说蒋介石是元凶。1947年228事件当下，蒋中正在第2次国共内战，根本没时间理你个屁岛。赖清德一生都在效法蒋公，保戒严、独裁、个人领袖崇拜、派系斗争、军警宪特，他每个行为哪一件事情不是在模仿老蒋呢？老蒋用军警宪特控制人民，他何尝不是用军警宪特在控制人民？老蒋搞白色恐怖，他搞绿色恐怖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不愿乖乖坐好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哈，大家只要乖乖听话，日向外。你一边叫大家要和谐，你一边在杀江启臣，一边在上面说，哎呀，大家来吃牛排哟。结果一只牛排刀捅在江启臣的背后，逻辑对吗？赖清德是唯利是图，自我信徒，只信他自己。为什么会有假装是基督徒？长老教会帮助他，希望他可以把台南的庙宇给灭掉一些，推行基督教。赖清德有照办吗？有也没有。有叫什么？就说以空屋之名行灭乡之实。没有是什么？勤跑各大庙进去又是拜又是鞠躬。基督徒可以进庙里面拜又鞠躬吗？不行嘛！不要被维基百科上面那些鬼扯淡骗的，不要带台北滤镜看赖清德。如果是南部人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基督徒根本就不能进庙里面拜拜，主要是要诓长老教会的赞助。他唯一只信他自己，他是赖神。基督徒可以自称神吗？赖清德什么东西？长老教会支持他，所以他必须对长老教会有一些交代。假装灭乡，台南的庙宇气得要死，空炉灭乡，说什么空屋，搞得这一炷香。问题是赖清德佛庙必败，跟这些庙宇的条阿咖到处送匾额。基督徒嘞，点主那更恐怖，圣灵附体，对不对？代表上帝替人家点主，他还下令各区区长在台南，你要当到区长以上，每个都要会点主。赖清德亲自下令，然后一边嘴巴说上台湾要和谐要好，一边在那边罢免在野党，这种人有什么诚信可言？他对宗教有什么信任？为什么江启臣要出来讲，我就要被罢免了？我还理性来跟你聊一聊，只信他自己，不要觉得他有什么真正坚定不移的信仰，骗长老教会的斗内各大庙宇的选票。但有一点是真的，赖清德对点主对传统信仰还真的是很认真的拥护，坚决执行到底，坚持点主这不是坏事，至少让我们的传统的文化习俗有流传的空间。这也就导致台南到现在最大的赖清德遗风，就是台南的政治人物都要会点主，不会点主你不能在台南当政治人物。你还跟我讲说他基督徒骗徒，唯利是图啦，骗长老教会，那群笨蛋觉得赖神会帮他们推台独，顺便帮他推宗教。台独之后的国教是什么？长老教会。民进党现在忙于内战加外战，但是他完全不管台积电被抢走之战。赖清德的逻辑是这样，他是蒋公的信仰者，他喜欢戒严独裁，喜欢威权，喜欢先安内后攘外。所以为什么赖清德的目标是跟习近平喝珍奶吃鸡排？因为赖清德本人是蒋介石的黑粉，讲到蒋介石他就很生气，历史都可以乱讲。他那一天在228胡言乱语，说蒋介石是元凶。蔡博士他在脸书就把它写出来。1947年228事件当下，蒋中正在第2次国共内战，人正在西安，指挥大军进攻延安。228是陈仪处理失当，老蒋根本没时间理你个屁岛。他唯一的心是什么？不要严惩，要注意居民关系，不要搞事。赖清德他一生都在效法蒋公，搞戒严，搞独裁，搞个人领袖崇拜，派系斗争，号称要反共，但实质上反不了共。但老蒋赢他一点，老蒋是真的真枪实弹，鲜血淋漓的去反共，差一点点还死在西安事变上。赖清德就是老蒋的彻底的黑粉，他每个行为哪一件事情不是在模仿老蒋呢？要军警宪特，一方面又在黑老蒋，但他每一件行为都跟老蒋一模一样，历史也搞不清楚。老蒋搞白色恐怖，他搞绿色恐怖。老蒋用军警宪特控制人民，他何尝不是用军警宪特在控制人民？他的军警宪特改名叫做北检、南检各种检，北院、南院各种院，哪一个行为不一样？世界线最后又收束了。台独跟反攻大陆叫做一体两面，台独金孙跟蒋光头叫一体两面，这叫黑粉啊！看到老蒋就骂他，但超想成为老蒋，就想当他嘛，脑袋瓜里装的一模一样。蓝的内战是来自于蓝营内部对于蓝营中央作为的一种焦虑表现，绿营的内战是来自于蓝营因为不作为，缺乏外部压力，所以就放开手脚来彼此互相厮杀。这里面的终极推动者都是赖清德，赖清德是敢于既内战又外战，但是最王八蛋的是什么？就围堵对美的相关，他通通不反应。外面再怎么乱，泽伦斯基川普台积电不重要，先安内后攘外，先把党内先干死，再干死党外，世界
界就太平了。要不要重选是我们民进党跟霸团决定的。请问你其他的公民为什么不是我们一起决定？黄国昌就说了，如果说要检验新的民意，那你应该是要让赖清德下台，总统国会一起重选。这句话也有道理，但这个难度非常高。倒阁只需要1/2的席次同意在立法院，可要罢免总统要2/3，就需要76席，要有14个民进党立委同意罢免赖清德，你才能够送出立法院，能够罢免总统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我赖清德总统当得好好的，我怎么可能给你个机会来罢免我？不可能有民进党立委愿意冒这个大福，这是要抄家灭九族。黄国昌他讲的有道理，确实是现在的一个困境。第一个，倒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决定，这颗炸弹炸下去会伤到哪一边，有利哪一边，没人说的准，蓝绿白都是，尤其是白银。如果今天解散国会重选，民众党还能维持原有的席次吗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现在反而是民进党 guilty， 他们孬了，他们反而觉得说，你们要倒阁就倒阁，那我为什么要解散国会？我们要不要重选？那重选那是我们自己决定的。他们希望说我大罢免先走完，走完再说。啊，你们要倒阁，你们随便倒，反正我换掉一个卓荣泰免洗的就可以了。我再找一个吗？政治氛围上，行政立法已经陷入空转了，是应该倒阁的。但是在制度的设计上，倒阁了，我换一个免洗的行政院长上来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民进党还是可以照样的跳舞赛马。要不要解散国会？民进党现在反而倾向不解散国会，我就是要走完大罢免。就算解散国会了，民进党未必怕哦，他们觉得只要动员基本盘，一定可以回到2016到2024的8年，一样可以再度绿营完全执政。其实讲到了一个大的关键，赖清德不觉得是自己输，他觉得是蔡英文执政太烂，一群臭香蕉、烂芭乐、英系这些狗皮蛋输系，那我们输成这样。今天输是英输，不是我赖清德输。我好不容易得到的总统位置，你让我总统当得好憋屈。你以前蔡英文，你那8年，我当你的副总统，在旁边看着你作威作福，想过什么法，想立什么政策，立法院全部都表决碾压，倒戈帮你护航。我们民进党完全执政就是爽。我赖清德看得好羡慕啊，好不容易当上总统了，怎么我这总统好像变跪着要饭了呢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连蓝白好可恶啊！那为什么蓝白会霸占多数呢？你们英系跟苏系搞乱，害我们民进党在国会席次被蓝白拿走了，我们自己人不中用。赖清德他其实未必对党内满意，该杀党内还是要杀，所以他对党内做了很多切割、清理、清除，只留下一群哈巴狗。赖清德的心态其实是很扭曲的，不听话就是死，差别只在于你不听话多一点，让死快一点；你不听话少一点，我会排队让你死，反正就是 KPI。你就看看民进党政府面对外国的步步紧逼，他连澳洲都顶不住，首批澳洲来猪扣关，食药署什么不提高边境抽验检验比率和不公布流向？为什么？如果澳洲要抽公布，那美国美猪要不要抽？要不要公布啊？所以澳洲不能抽，不能公布。如果他抽了公布之后，那美国爸爸怎么办？所以澳洲也有来猪啊！想当年民进党对来猪可是往死里打。如果说为了当总统牺牲人民的健康作为交换的条件，那我想那干脆不要当也罢了哈。为了要跪爸爸，什么事都敢干，汇率被要求提升不敢讲，公然拍影片攻北灿，还逼着央行攻北灿。澳洲的来猪也不敢抓，因为怕抓到爸爸。为了跪美啊，啥事都敢干。2012年痛批来猪牛，民进党爱凶爱偷爱查某啦，爱讲过的话拢总是笨色啦，跟你做笨什么欢喜啦？反正我做总统啊，你讲我笨色安怎，我甲你掠起来，甲杀起来啊，是安怎啊？恁爸做总统，恁爸皇帝呢？哦，你讲我12年讲的话，凭什么甲我质疑啊？傲慢的心态，对内跋扈嚣张、霸凌、虐待、暴君心态，对外跪得要更用力。人民可以叫官员跪着吗？我没有叫你跪着。他表情充满不屑，大市长，你什么东西？一路走来始终如一。公仆是服务民众，不代表我要跪着。人民可以叫官员跪着吗？公仆是服务民众，不是代表我要对你跪着。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顾问电台爽卖药，刚刚好赖清德的大顾问就是在台南卖药，做了总统府国策顾问，2个省语言，天天想当皇帝。又有这种大开民主倒抽的家伙，9年前还在做市长就已经嚣张成这种程度了。市长会使无来参加定期大会，我担任议员14档，我加入民进党21档，但是我唔捌看过地方自治互人糟蹋，捌看过台南市市议会互人藐视到这个程度，会使讲规民主的倒车。我无伫媒体看到你一句的自责反省，搁再铲除异己，清算斗争，藐视议会，爱民主倒车，不类似议会，你顾你的形象，假取民意，你和地方政府甲地方立法会，你都拢无法能处理好啊！要做什么首长，充满了独裁心态、傲慢、偏
变见，9000万开始跳到今嘛，1档1亿1000万，你已经开人民的会馆去5亿，你新闻处包装你家己。独裁呀、民进党的议员，管他蓝的、绿的、白的，大家都讲一样的话。赖清德是什么货色？过这么几年，现在完全实施，现在有剪掉更凶狠，我要抓谁就抓谁，我要逮谁就逮谁，我要关谁就关谁，大家一定要站出来。这是靠着少数执政40%的选票，靠着李登辉留下来的宪政 bug 被他给混上去，国会输掉，打死不认账，要把所有的在党列全部罢掉。2阶段很多都送件了呢，他忙着说啊，我们要来举行2战欧战纪念日，还要有新的解释哦，跟你预言5月20号赖清德上台满1周年，全新的历史歪解要出来，到时候八迥绝对横跳、纵跳、上跳、下跳。2战战场跟台湾有什么关系？跟中国战场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人呐、侵略行径必遭击败。日本侵略中国，所以中国要被击败吗？他这几天都忙着在论述这件事，要不是突然来一个汇率炸弹，这几天都忙着在讲这件事。赖清德忙着搞政治斗争，中日韩跟东盟在搞多边自由贸易承诺，东南亚国家联盟就东盟或者叫东协加3，中日韩跑到意大利米兰去做1+1会议，财政部长加央行，大家在搞 FTA， 在共抗川普的关税大刀，加上汇率炸弹，加忙得很，没空理你。我们要再次谢谢韩国啊，做了一次先锋打击，真的大家这么猜老半天，但是纸包不住火，仅1天，韩国人揭破了赖清德可怕、可恶、不要脸的戒严的一想法。